在美國賺錢能有多簡單？只要你膽子夠大，出手夠狠，分分鐘都能賺個1800塊。而且這倆精神小伙從來沒有失過手。但今天的情況卻有些特殊，因為他們碰到了一個要錢不要命的劫匪，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賺錢方式。趁着警察還沒有出現，他們火急火燎地逃離了現場。可他們不知道的是，便利店裡居然還躲着2名顧客，而且好巧不巧，男人還是名警長。本來他正帶着女兒來買東西，但誰能想到會碰上這種事情啊？那麼問題來了，你既然作為一名資歷頗深的警長，甚至曾被2次授予傑出警官獎勳章，這麼優秀的警長，為什麼不出手制止劫匪，反而任由他們殺害一名便利店老板呢？這一點警察局長老福也很費解，但黑哥的理由很簡單，因为當時自己正和小女兒在一起，再加上劫匪情緒很不穩定，隨時都有可能開槍，所以黑哥最後選擇了保護小女兒。可你一個人民警察在百姓有難的時候都不能挺身而出，這多少有些說不過去了呀。老福也最看不上這種下屬了，這要讓手底下的兄弟們知道後肯定會動搖軍心，更別說外面的老百姓們會怎樣看待警察的工作了。最後黑哥被暫時降為文職工作，之後也有可能會被辭退，但黑哥卻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毫不後悔。直到幾天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，竟然讓老福這個局長對他刮目相看。黑哥在出外勤抓捕毒販時，沒有等待後援出現，而是孤身一人衝了進去，後果就是被子彈擊中，險些丟掉了性命。這件事的結果也讓老福感慨萬千，因為黑哥不想做一個人口中膽小懦弱的警察，所以他這次為了替自己證明，才會手無寸鐵地衝進去和毒販周旋。老福不知道該如何評判這2件事情的對錯了，他需要仔細想一想。老福突然在外面見到了黑哥的女兒，但女孩的問題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了。 So you're my dad's boss? Yes. Did you call him a coward? No. 女孩的一番話讓老福百感交集，如果是自己碰上這種情況會挺身而出嗎？黑哥又到底做沒做錯呢？回到警局後，老福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結論，不會對黑哥提出任何指控，但毫無疑問他確實觸犯規章制度失職了，一邊是條例條規，一邊是人情冷暖，管他呢，警告處分一下得了。畢竟那天在便利店，黑哥是有2條生命需要保護的。就在2人為此爭論之時，我推薦屏幕前沒有工作的兄弟可以去58同城找個工作。可副手問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如果其他警員們知道失職只會受到輕微的警告處分，那他們會怎麼想呢？ First, ask him something. Ask they were in his shoes, their wife, their daughter. What would they do? And then you tell him family comes first. 副手听後竟然无言以對了。之後老福也許是為了求個心安吧，在黑哥住院的這段時間，他答應暫時每天早上送女孩上學，但出行牌面可比警長牛逼多了呀，身後隨時都有警察護航，畢竟局長可不是白幹的哦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